我觉得其实不，我觉得不管是怎样说，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的活动或者大部分的事情，它都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然后在台湾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客观的标准都不一定适用，就觉得很奇怪。嗯，对，因为在因为因为台湾，因为在丹麦这边我遇到的大部分状况就是它有很多都有可以量化的指标，然后它可以就是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做那些问卷这样子。但是在台湾的问卷或者是在台湾的很多评分的标准上，都是有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可以嗯，跟浩生医师。校正回归，我不知呢。对啊，就像是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刚开学，然后就会有那个新生入学的 orientation 的回馈表单。那他们的表单就是设计的很清楚哦，就是要怎么就是你以一个学生端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你要怎么回答是很清楚明白的，就是他每一个问题的问法或者是什么都很清晰。然后在台湾的那个类似的什么新生问卷或是什么的，他有很多问题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很希望你回答什么问题，或者是他是以一个问卷设计者的角色让你去填这个问卷，你会觉得怪怪。那我原本以为系上可能至少还会来3、5只小猫稍微听一下，我觉得开这种小班也不错。因为像我昨天我也我哦，我其实也原本以为就是因为你有参加那个计划啊，那个计划在台湾就是引起各种人挞伐，或者是就是至少有流量的一个东西，应该至少会有人会想听吧。我看活动通上面流量超低只有100多我在上面挂了2个礼拜。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在脆上发吧，或者是在更多流量的地方发，好像也是不知道。蛮有道理的，但来不及了，我已经有点懒得再办了，我不知道，因对啊。为因为我常常在脆上面乱留言或者乱发文，然后都随便都会有一两千人来看我的发文，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发这种鸟东西都有人在看，然后但是我每次认真在在纠正人家的林业知识的时候都没有人理我，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啊，这就是脆的演算法啊。因为我后来发现脆上面只有两种东西会红啊，一个要么超同温层，另外一个要么超异温层，就是会让你去当舔狗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去让你去赞别人的这样。所以我后来其实没有很喜欢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是这样子说没有错啊，而对啊，且这个趋势很明显，但是对啊。嗯，我发现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喜欢的社群软体是 LinkedIn。哦，是，我最近有在思考要不要认真开始重新搞这个东西耶。因为 LinkedIn 上面就是除了灌水的履历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比较具有杀伤力的东西。对啊，然后就是比较就是你偏也不会在职涯的东西啊，对啊，对啊，你就是不会在上面乱搞一些，你就不会在那个上面看到有人造谣啊，或者是有人在吵架，通常都是比较想要在职业上互相帮助的一些人。对，我看我哪天在那个 LinkedIn 上面找到干爹，我再跟你分享。但是的确在欧洲，大部分人都有用 LinkedIn。哦，因为我知道国外确实好像真的比较多人在用这个东西，因为台湾人求职只会用104啊，那个很废耶，不要用那个了。真的。因为大家除了听过104以外，根本就不知道其他平台。老实讲是这样。就1111呀，可能104对啊，没的。好了，我们明后天再看看好了，看要讲什么。我明天不行，我明天早上7点要上 seminar，然后整天的课，晚上要到8点9点后。对啊，那我觉得可以约周末。只是周末的话，我的早上就是你的下午。如果你要约早上的话，那你要跟我讲，因为就会变成是我的超早上。超早上，你再说一次你的超早上是几点？5、6点起床，7、8点开始做事，这应该是你的下午2点之后1、2点之后。哦，下午1、2点好像还可以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在这边的时间感跟在台湾的时间感差很多欸。就在这边的
6、7点起床，跟台湾的6、7点起床，可以做的事情差很多。温度问题啊。我觉得其实不是温度的问题诶，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台湾人就是个人的生活跟工作之间的那个界限太不明显了，所以就是我们有很多很方便的事情，但是其实就是在慢慢侵蚀我们的个人生活空间跟时间。有办法举个例子吗？举个例子，就是基本上这边3、4点之后，通常大家都会去下班，就是啊，如果不是服务业或者是就是比较正职的工作，通常3、4点之后大家都下班去接小孩或什么。然后你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只有餐厅或是一些店会开着，晚上6到8点就会陆陆续续有店家关门，然后到10点就是剩下超市。然后通常大部分人都会在下班之后去跑步啊，或者是做任何他们想做的社交活动啊什么，不管。但是在台湾感觉那个界限变得很模糊。我在台湾去政府跑行政流程的时候，或者在学校跑行政流程的时候，通常就是8点多到11点多，然后接着是1点半到4点半。通常在这边的话，就是他这边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下午3点，就是在台湾的感觉就是它中间会有一个很模糊的午休时间，跟一个很模糊的上班前时间，跟一个很模糊的下班前时间，让你不想要去做行政工作之类的。哦，好像可以理解。因为在这边我遇到的在丹麦人的那个社交笑很明显，就是你在路上你跟人家对到眼，他就会跟你笑一下。可是在台湾感觉是你对到眼，人家就会赶快遁走。哦，这真的差蛮多的。然后去那个你去买东西，那个刷条码的人，那个什么店员，他会跟你说什么 "Have a nice day" 啊，会跟你笑，然后笑得很灿烂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就是他有时候会臭脸或什么，就是他整个很没有。哦，我不知道哎、还是因为我是台湾人，所以我才会发现这个点。然后我在这边就是因为我还是比较非在地人，所以我会觉得他们都对我很友善，或是觉得他们都没有那么情绪化，或是那么生活化。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活得不够久，但是我是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在。我觉得有诶。我觉得有我对啊，也觉得有就是因为像我上次有一次半夜去一间 Seven，然后买完东西我想要微波，然后我就跟店员说：“哦，请问我可以微波吗？”然后店员就我觉得他有一部分也是他可能心情不好，还是上夜班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请问你有看到后面那边写什么吗？”然后我就想说：“哦，微波区哦，哦，好啊，那我自己去微波就好了。”但我就会觉得说，嗯，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就是带有那种很反讽的语气说，啊，觉得你们这些人都不会看字，但我就不是天天在这里生活的人啊。对啊，我就只是刚好因为朋友要结婚，然后就刚好住在这附近啊，晚上想吃点东西，对吧？我就觉得哦，所以那我觉得在这个情境下，我其实有在想，是因为我是外地人，然后他们有发现我是外地人，所以会对我比较包容，或是会比较愿意多解释之类的，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标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有差，还是因为真的本质上有差。但是我是觉得应该是本质上有差，我是那么认为，而且我也相信，而且这样子可能会让我比较开心。但我觉得确实有时候外国人在一些交流上，他们是比较会给予情绪价值啊。就像爱的教育这种东西也是从国外进来的嘛。虽然我自己会觉得说，有时候这些东西是互相的嘛，就是你如果希望别人对你好一点，那原则上你也是尽量用好一点的方式去对待或体谅别人，这样，对吧？嗯，anyway，反正就这样。Anyway，好。我总觉得我们讲了很多不该讲的东西。嗯，没关系啊，我们有第三人公审，学弟觉得可以放的就放，不能放的就算了，很可怕，而且我现在我有个人的网站，然后我的名字基本上是公开的，我真的觉得很可怕，我还被抓出来编吧？会吗？反正这频道又不会红。我不知道，会被编吗？我自己觉得好，还好吧。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讲到很多人的痛点，虽然我觉得我讲的很委婉。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现实啊。如果说以一个经营频道的角度来说，假如今天有人会开始出来骂你的时候，就代表我这频道要红了。你有看到诶，是这样子对啊，说没有你应该有错。看到我前阵子贴那个哎，黑粉的那一片嘛？我很喜欢他哎，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多来找我们聊天。对啊，哎，你看我还称赞他，是因为我称赞他，所以他就不来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干掉他这样？我不知道哎，我吓到他了，他居然我是我要回顾一下那一篇东西。超好笑啊！浇水岂能口述？哎，我很喜欢我想到了，我很喜欢我的留言的学术傲慢。哦，有，那时候觉得这个很溜。学术傲慢是我很喜欢的词欸，因为就是前阵子就是有人想要问我一些留学相关的心得，或是留学相关的建议，然后我就是想说，就是大部分人来留学的心态是想要来玩，就是想要用便宜的学费，台湾的学费，如果是交换啊，台湾的学费来体验欧洲等级的生活，或者就是他们本身就不是来想要拿到学历或者什么，就是想玩，或者想认识欧洲的伴侣，或是想怕跑。就是心态不太一样，嗯，就是就像是我一直不太理解那些留学顾问公司到底冲啥小一样，哦，啊，然后嘞，但是这些话我又不能直接讲出来，因为我知道我直接讲出来会直接击碎他的喂喂喂，你可能需要关掉画面，幻想，或是不切实际的，对我来说是不切实际的，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们的实际面。什么的实际面。嗯，就像是有人就会说什么，那个，多益900分可以出国嘛？然后我就想说，你可以先去考雅思或考托福，再跟我讲这句话吗。就是因为多益900分这个东西是很没有鉴别度的，哦，可能他们就没有这个 sense 吧。或者是说就是呃，出国要怎么，他们会用游学，然后不是用留学，用游学这个字就很不对劲，就是你到底是来玩还是来读书？这两件事情是有部分冲突的。哦，那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他们可能连这些东西基本的 sense 都没有搞懂，然后就想要找你来问一些问题吧。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因为对我来说，我很清楚，就是知道说我出国就是要拿到学位的，然后要学到新的东西，就是一切都是很有规划、很有目的、很有野心的。很多人就是想要留学或者游学，他们就觉得是可以出国的一个好机会或是捷径，但是我从来不认为就是出国读书是捷径或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有时候是就是他们的逻辑，虽然这样讲不太好，但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他没办法用一个比较有结构性、比较有架构性的东西，让你可以理解说他们在想什么。本节目还在寻找干爹干妈赞助播出，相关合作和赞助，请洽下方资讯栏连结和信箱，或上脸书搜寻“森林边缘”。本广告由森林边缘的森林系边缘人提供。我们都会去形容说，就是通常念完研究所都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是所有念完研究所的人几乎都会有的通病。对，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把普通的东西概念化，不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不太一样。我是觉得是研究所学会让普通的东西概念化，然后让它很容易反复的操作。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是这个大的框架下的其中一个特例。嗯，要这样说，我觉得是也可以啦。但很多时候，对于一般人来讲，在他不理解的状况下，你可能这件事情明明可以很简单的处理，但是会被搞得很复杂。那我觉得就是他明知未开。就是好，就是生活中就是很常会有，就是你的确比较聪明，然后你会在事后会说 I am right，或是 I was right 的那种状况。嗯，也是啦，但我们可能大部分时候要面对的就是这群人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是那种会很刁字的人，就是啊。那个尤其是森林系的那些学术用语，那个字用错真的是很敏感，然后就想要揍人。
就像是我昨天在跟我嗯，们小组写报告，对，然后就是有个同学他把 forest management 嗯，把它当成 silvicultural practice 来写，然后就觉得很敏感，就是我就跟他说，这两个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就跟他说，森林经营是什么时间跟空间配置的科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育林操作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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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然后我就在讲给他听，然后他就整个懵掉，就是跟你刚刚讲的那个状况一样。对，反正就是，对，我觉得就是我们系上的那几个讲话比较大声的老师，他们就是有时候讲话的那些逻辑，或是核心理念，或者是原本的那个价值观，就有点怪怪的。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读书果实嘛，就是整个森林系现在就是一个读书果实。好像有提到这么一回事。对吧？就是森林系，就是从1991年以来进法，然后就是那个整个保育团体的反动之后，就是森林系就已经走歪了。然后现在就是只能在这个歪的基础上想法让它长回去。对啊，但歪掉的树终究是当然，歪掉了。对啊，是歪掉了，没错啊，长回去也是正确的方向。但是但是但是我们对长回去也是正确的方向，然后我们也不可能这个砍掉重来，这也是不是选项。但是有些人讲说要长回去的那个方向，就是只有一开始是对的方向，然后后来是往下涨，就是它不是往上涨。你知道，通常我都会说，干脆直接砍掉重来比较实在。嘿嘿，是这样说没有错，对吧？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很现实，或者是对吧？不是很现实的选项。但是就是最近在推那个某些近邻的一些案子或者是什么，那你就知道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好的，就是想要做善事这样，就是有点像是爱心团体一样，就是他们本质上是好人，但是就是他们就是好心做坏事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就是他们只看到事情的一个层面，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他们就是正义。但实际上，当你多看几个层面，你就会知道说，哦，这东西其实它会有问题。而且我觉得世界上大部分的东西都有绝对的正确与否，但是那个正确与否，它是一个光谱，讲的好像讲了一个很矛盾的东西。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它同时又有光谱。我觉得是这样子没有错，只是它会有一个绝对的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像生态学，它最正确的那个做法就是我们要补助天然的补助自然过程，这就是最正确、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它是不能被动的，它是那个根基，你没办法去改变它或者是什么的。这是这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但是它同时会有很多面向是有很多光谱的，就是你可以做一点点跟做很多，但是你一定要符合那个规则，那个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才会说，就是以一个我的角度来说，我会说很多事情都有绝对的对跟错，但它同时会具有很多面向的光谱。哦，好像可以理解。应该说，从我自己的观点出发，会比较像是每个人的价值观和定义，它本来就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它长出来的样子就会不一样。就是你这个绝对的正确，到底是从什么角度出发吧？以人来说的话，哦，可能很多面向都会长得很奇怪。但如果以这个世界来说的话，那好像确实从刚刚生态的角度来说，它就是要往那个方向走，没有错啊。反正每次扯到这个，我就觉得感觉又是一个没有解的问题啊。算了，不讨论了，这完全是哲学系该做的事情，生理系讨论这个要干嘛？相反过来，有专业的人，但是对，常常在乱讲话的，就像是那个某一个花莲的教授叫，然后他有一个植物生理学的一个文专跟哦，我网页，知道，但是他很常就是用一些专有名词去讲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对。我有时候会看到他，就是我有时候想看他，就是对这个专有名词、这个现象，或者对这个议题又有什么见解，就他自己的见解。但是有时候会看出去，他的逻辑有时候很奇怪，或者是他很常执着在一些很奇怪的点。没关系啊，学术上会打架都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本人在社交上是比较体面、比较友善，或是比较注重礼节的人，就是不太会想要冒犯人家。
虽然有时候就是讲话会不经大脑，这是本质，但是我还是会伪装，就是这样。对，我们可以友善的嘴贱。应该是说，就是最常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是我同学发现我有超狂的履历之后，我就不会再装了。笑死。就像是在昨天我小组讨论，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说，哎、我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你耶，然后我就说，哦，对啊，对啊，然后他就说我有一个非常 crazy 的背景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说我现在才22岁嘛，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对啊，对啊，然后谢谢谢谢，然后我就再也不装了，就在他面前不装了。不然我原本在教室的定位就是比较早到的亚洲学生。啊，笑死。然后我现在在就是看过我 LinkedIn 人的定位中，就变成说，即将有3个硕士的人，就是不熟的人，我还是会给这一下说没有啊，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运气比较好，什么比较认真，然后在懂的人面前，我就说，哦，对啊，我就是很厉害，就是我很努力这样子，就是我两个的口气会不太一样，但是就是对，啊，可以。好，收工，这次真的要收了，拜。这个来困。对啊，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先这样了，我们下集再会，拜拜。